日本格斗天才来华9战9胜，耻笑中国拳坛没有对手。中国小伙冲上擂台，玩命般怒砸铁拳，打得他狗血淋头，大快人心。他9次来华，9场连胜。有请来自日本的天才少年朝球玉贵。好，没有错，各位现场观众朋友们，这场比赛来中国踢馆的家伙，就是来华9战9胜9场 KO 的日本天才格斗少年朝九玉贵。那自古以来，中国拳坛自成立以来，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能在中国拿到如此恐怖的战绩。好，没有错，眼前这个小子，一头小杂毛、小黄毛的家伙啊，就是朝九玉贵。他才20岁，也就是19周岁。那自从来中国以来，他9战9胜，曾经更是一夜之间连续 KO 3名中国选手，在日本的话已经是红遍了大江南北，更是被日本媒体呢吹捧为说什么是中国拳坛的克星，中国人杀手。那9战9胜的他仍然不满足，这一次再一次向我们中国拳坛发起了冲击，赛前在媒体面前更是当众大放厥词。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，我已经拿下了9连胜，接下来我会继续称霸中国拳坛，将中国废物统统踩在脚下。谁要是能打赢我，我就将这些年在中国的收入全部捐出。好，这场比赛，观众朋友们，面对日本选手的嚣张踢馆，我们中方自然是不可能坐以待毙，那也不可能看着他呢真的拿到10连胜啊，因为这个脸啊，我们是真的丢不起了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中方选手，他就是人送外号少帅的朱帅。小美对手被称为中国人的克星，而朱帅也当仁不让啊，他被称为日本人的克星。所以说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可谓是一场火星碰撞地球的这么一场对局，因为两位选手的实力都太强劲了。好，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中日对局，同时的话，朱帅也是和对方进行了一场豪赌。那么对方狂言，如果打输了，就把这些年在中国挣的钱全部捐出来。而朱帅也表示，本场比赛如果打输了就从此退出拳坛。所以说本场比赛双方进行了一场世纪豪赌，两名才20岁出头的小将。本场比赛看一下究竟谁会更胜一筹。好，我们直接把比赛切入到现场，对双方选手呢也不做过多的一个介绍了，那想必介绍的也非常的详细了。两位选手年纪相仿，而且战绩上来说的话的确对方要更丰富。但是今天朱帅也说了打不赢我就退役。好，我们看比赛开始。红方选手白色裤衩，中方选手朱帅；黑色裤衩，蓝方选手这个小杂毛就是朝九玉贵。对方的话是一个空手道冠军，所以说他的这个腿法很厉害。朱帅本场比赛要小心了。我们看对方一直在用中扫各种推法来进攻我们。朱帅拳法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重的。哎呦，刚说到，我们看现场裁判也是毫不犹豫送给了对方一次读秒。这一拳太漂亮了，对方明显是有点懵。那这个朝九玉贵的恐怖之处就是他曾经9次来华，9次都没有被击倒过。所以说今天朱帅已经是打开了一个口子了。免战，对，朝九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，是，这只是一场超级战。是，但是呢，这个强毒真的是振奋人心。有机会，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。朝九玉贵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，就比较难打；如果选择对攻的话，对朱帅比较有利。好，我们看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日本的小杂毛，他已经被打懵了不断的进行搂抱来限制朱帅的重拳。那么在第一回合，朱帅的连续的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振奋人心。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看到这个日本的小杂毛挨打，也是非常的解气紧张了，不得不下指令了。其实朝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，就第一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部公野，他觉得非常了不起。
天。我们的朝九玉桂1年后的这朝九赌，这位就是朝九玉桂的父亲，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，他是空手道的高手，对，空手道高手。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，那朝九玉桂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，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，学生好几百个人，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，要到外面空地去练。好，惊涛骇浪之中，还有10秒。朝九玉桂撑过了第1回合，但是呢，这个朱帅漂亮的强读。好，第1回合比赛结束。好，这里稍作休息。那双方的第1回合呢，打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了，但是很可惜啊，朱帅并没有 KO 这个小杂毛。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中方选手朱帅这个必胜的决心，而且还想 KO 对方的这个决心。没有错，观众朋友们，打日本人啊就该这么打啊！我们能打掉他10颗牙，绝对不打掉9颗啊！没有错，中国选手啊就应该拿出这种气势来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，精彩的对局。好，看一下第2回合开始了，看一下朱帅这一回合是选择拼拳，还是说呢稳中取胜啊？因为这个第1回合已经有很大优势了啊！不出意外的话，朱帅应该会乘胜追击。一个假勾拳、真直拳，一般外人是看不清楚。那时候我特别找了朱帅把这个东西问明白，录了一个视频。还好朝九玉桂老爸没看见，又吃了同一招。其实有时候你看哈，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，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。对，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，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。之前的话，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，怎么样防？现在不是这样，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，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。其实张涛啊，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。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桂，就是因为朝九玉桂节奏很快，会把中方选手带乱。再来呢，朝九脚步快，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。那朝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，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。那以上呢，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。是。的确，观众朋友们，这场比赛我们看对方的朝九玉桂啊，拿朱帅可以说是没有办法，而且在拳法上双方也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啊，对方的拳法完全不如我们，而且腿法上来讲啊，对方啊，今天好像是有点腿软，可能最近有点肾虚，所以说对方朝九玉桂的腿法也造不成太大的一个杀伤力啊。王鹏飞没用出来，王鹏飞一直想学这一招，3句约次。其实我觉得朝九玉桂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，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桂，就感觉了，就是1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。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。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，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。好，没有错，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，那么前2个回合朱帅都是有着明显的优势。所以说比赛的第3回合，只要对方的朝九玉桂啊不去 KO 朱帅，那这场比赛对方是绝不可能获得胜利了。好，比赛第3回合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要小心了，这个朝九玉桂他这个想进攻我们的心啊，这个已经露出来了，要小心对方的大爆发。战术失误，因为他拼拳，但是第3回合呢，朝九玉桂开始用腿法。好，我们看对方的拳头打得很凶，而且启动的速度也较快。朱帅的头部跟朱帅要挺住，哎呦，要小心。这是个推倒啊，这并不是击倒。第3回合，这个朝九玉桂啊，这个家伙是发了疯一般，不如像条疯狗一样咬住我们不放。看一下朱帅在接下来该怎么去应对。守住这一回合，又一个跳膝。哇！朱帅陷入苦战，没想到呢，这个朝九玉桂第3回合大爆发。对。好，不要把背转向对手。是这个是我们朝九玉桂的抢背的技巧，是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。再来，接腿，又抢背了，你看，
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，不要把背给对手。对的。好，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意思，他会利用技巧啊，而且让裁判让裁判去提醒。哦，哇，原地的跳起。哇，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呢，对于朝九预贵的第3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，比赛还有最后半回合的时间，但是双方的战况啊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有一个白热化的阶段，差点打飞出擂台。很少能看到2名这么有血性的选手了，而且中国选手朱帅啊，他的血性真的是满满了。之前啊，对方朝九预贵击败过的9名中国选手当中呢，有3名观众朋友们啊，都是一龙的大弟子。好漂亮！刚刚的这一波换拳啊，朱帅至少打了对方得有13拳，哦呦，确实很猛。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？好，至于朝九预贵的这个入门战就是3月28号。另外呢，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，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，所以规定1年之内要打卫冕战，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。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，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。好，回到场上来，再来，说实在的，还有10秒。对，朝九的拳法比较粗，但是呢，他拳里面夹着膝法，不好对付。哇！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比赛终于结束。这场比赛中日对局，我们的中国小将朱帅打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现。那虽然说并没有把对方啊这个朝九预贵 KO， 但是他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啊，3个回合。那么在前2个回合，我们明显是有优势。但是第3个回合这个不好说，因为对方的这个朝九预贵好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，哈哈，这个打得太凶了。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最终的判罚，我相信如果裁判眼睛不瞎的话，这场比赛应该会把胜利判给朱帅。29比27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祝贺！